一个男人可以窝囊到什么地步？别的男人牵他老婆的手，他却在一旁视若无睹。老婆在轿车里私会，他装作看不见。就连老婆被别人强拉上炕，他也始终保持沉默。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如此窝囊的男人，真不知道他老婆是看上他哪一点。在一场热闹的婚礼上，大家簇拥着新娘，边笑边闹。这时，一名男子突然冲进房间，大喊着：“杀人了！杀人了！”众人连忙跑去查看，发现是村里的痞子孙福倒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一旁失魂落魄的男人拿着板砖瘫软在地，心如死灰，显然人是他杀的。他也是新郎的父亲老杨，儿子刚子就这么看着自己的父亲被警察带走，到底有多深的仇恨，逼得一向老实巴交的老杨痛下杀手呢？几个月前，痞子孙福高高兴兴地开着新买的小轿车回到了村子。老杨一家看到孙福的小轿车后艳羡不已，孙福一顿吹嘘，扬言自己要在村里搞开发，说着还握住了老杨媳妇翠花的手，翠花连忙挣扎开。这一幕被儿子刚子看得一清二楚，知道自己老婆被人占便宜的老杨却一声不吭，假装没看见。老杨的窝囊和老实在村里是出了名的，基本上人人都可以欺负他。第二天，孙福开着自己的小轿车将翠花骗上了车。刚子看着母亲跟孙福走了，赶紧回家告诉父亲。孙福带着翠花来到一处僻静的山沟里，他想要和翠花旧情复燃。曾经的二人也是一对浪漫的情侣，只不过年轻的孙福把翠花玩腻了之后，就一脚踢开，又去了城里另寻新欢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翠花才选择跟老实巴交的老杨结婚。这些年来，孙福结了3次婚，又离了3次，最后一次还被第3人给搞进监狱，蹲了3年牢。在监狱里，他想明白了，还是初恋翠花最好，其他女人都不靠谱。这次回来就是要把翠花抢回来，哪怕翠花以为人妻为人母，可翠花却是满脸写着不乐意。当初自己不顾母亲上吊的威胁，毅然决然要跟你在一起，你却把老娘给甩了。现在想吃回头草，那是毛都没有。翠花怒喷了孙福一顿，孙福却一副无赖的模样，威胁道：那你要是真的不跟我就天天上你们家睡，天天上你们家吃，我看杨上门能把我怎么着？你想怎么着啊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干什么？你要是不跟我，你逼急了我就把这事儿我跟杨上门说了。你把我逼急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我说出来，吃不了就兜着走。翠花也很清楚孙福嘴里的秘密是什么。这时得知消息的老杨扛着锄头气冲冲地赶了过来，可一见是孙福，瞬间怂了，刚才的气势一扫而空。孙福根本没把老杨放在眼里，还笑呵呵地用言语调戏着翠花，而老杨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直到孙福走了，他才敢在背后瞪一眼孙福的车。接二连三的受挫似乎影响到了老杨的夜生活。晚上老杨怎么都不得劲儿，气得拿起剪刀就要把那玩意给剪掉。翠花早已经习以为常，嘲笑了老杨2句，奈何老杨在外人面前胆小怕事，在老婆面前却飞扬跋扈，乱发脾气，反手就是一个响亮的巴掌。翠花惊呆不已，当即破口大骂。冷静下来之后，翠花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明人就去医院看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人乘坐拖拉机去了医院。检查过后，医生告诉老杨，你这生理上没有缺陷，应该是心理问题。这种事情越心急越没用，信心比黄金更重要。女方也必须温柔的配合，毕竟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孙福也在医院里。看到两人从男科门诊出来，孙福乐开了花。知道老杨不行后，他便提了一袋礼物去看望老杨，肆无忌惮地嘲笑一番。大哥不好使了吧？我有药，吃了晚上一定好使。要不然我替你。老杨羞愧难当，却不敢还嘴。翠花实在看不下去，不停地劝孙福赶紧离开，孙福却不依不饶，最后还是忍无可忍的刚子发火，大吼了一句滚，孙福这才悻悻离去。心里憋了一肚子火的老杨一口口地灌着闷酒。翠花嘲笑他不敢说话，老杨却将这一切都归咎给了翠花，说他跟孙福有不清不楚的关系。听到这话，翠花立刻将老杨一顿臭骂。几喝酒下肚，老杨胆子大了起来，借着酒劲直冲孙福家，警告他，你以后不许勾引别人家的媳妇儿。可老杨只是在嘴上逼逼，身体却没有任何的行动。孙福直接将老杨推出了家门。正巧这时翠花赶到，却被孙福一把抱进了屋子，扬言要跟翠花上炕。老杨恼羞成怒，跟孙福扭打在一起。孙福怒了，抄起菜刀就要剁了老杨。一见菜刀，老杨秒怂，动都不敢动。如果不是翠花的劝阻，恐怕孙福真的会劈过去。惊魂未定的两人回到家里，沉默不语。经过这次的教训，老杨算是彻底看清了自己。
这也不怨别人，只怪自己太窝囊。翠花如果要去见孙福，她也不拦了，但两人离婚的事情必须等到刚子结婚后才行。听完丈夫的话，翠花内心五味杂陈。她万万没有想到，丈夫窝囊也就算了，还蠢，竟然蠢到这种地步。哪有妻子被别人霸占，丈夫非但不抢回来，还要拱手送人？你说气不气人？翠花还想说些什么，但终究没有说出口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搬到儿子房间里睡。老杨走后，翠花狠狠抽着自己几个耳光，泣不成声。她恨老杨窝囊，更恨世事难为。刚子看穿了夫妻俩的矛盾，决定帮老杨治治身上的毛病。就在两人不在家的时候，孙福找上了门，炫耀着他新得到的猎枪，还想让翠花跟自己回家。翠花是死活不愿意。孙福见状，恬不知耻地抢走了他的内衣。晚上，孙福又恬不知耻地找到翠花，见翠花依旧不乐意，孙福吐露出了多年前深埋心底的秘密。刚子是我的。呸！胡说什么呀？净说那些没影的事儿。哼，没影的事儿。你看刚子脑瓜子，你再看看那脾气，哪点像那个窝囊废？哼，你结婚之前一直跟的是我，你什么时候结的婚？你什么时候怀的孕？我这个人呢，什么都不行，就是算数好。要不明天我带刚子去做 DNA？ 我告诉你，孙福，刚子死也不会是你这种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滚！你滚！滚！另一边，城里的刚子跟老杨洗了个澡，又给老杨找了个按摩的大夫。关键时刻，老杨才明白过来，他不想对不起翠花。在臭骂了一顿刚子后，两人回到了家里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刺激，老杨觉得自己可以了。缠绵过后，两人冰释前嫌。老杨觉得医生说的没错，确实是心理问题。可两人中间始终隔着一个孙福，这个孙福不解决，他们家就永无宁日。老杨觉得惹不起躲得起，大不了去城里打工，房子不要了。但翠花始终放不下家里的那几亩地，搬家的日子也就被搁置了。可孙福的胆子却越来越大。这天，兽性大发的孙福手持猎枪闯进了翠花房间，要强行发生关系。刚子听到喊声，立刻冲进来上前阻拦，却被孙福一把推倒在地。刚子还想反抗，可孙福却将猎枪对准了他。翠花护子心切，连忙跪在地上苦苦哀求。跑进来的老杨也开始劝说孙福。孙福顺势威胁道：我给你3天，3天以后你把他给我送家去。你要是不送，咱们谁也别过上好日子。就给你3天。什么3天？什么3天？说完，悻悻离去。懦弱的老杨决定遵从孙福的期限，将翠花送过去。毕竟对方有枪，自己惹不起。翠花没想到丈夫会如此对待自己，大骂道：有什么？你个王八蛋！我他妈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啊！你这个窝囊废！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彻底绝望的翠花第二天便晚起了失踪。父子俩在村子里找了一圈都没能找到。就在父子俩漫山遍野寻找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声枪响，孙福提了只兔子走了过来，告诉两人翠花已经让自己给崩了，尸体就埋在山沟里。父子俩怒不可遏，冲上前要找孙福算账。可拿枪的孙福他们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先去沟里找找看。到了那里，果然看到了一座坟头，老杨还挖到了翠花的内衣。父子俩心急如焚地跑着坟头，搞了半天才发现里面空空如也。无奈之下，两人只能报警。这才得知翠花为了躲避孙福的骚扰，一个人跑去城里打工了。老杨悔不当初，暗恨是自己的窝囊赶跑了翠花。过了些日子，老杨打算先把儿子的婚事给办了，刚子想等母亲回家后再结。但老杨却下了决定，他要在儿子结婚这天把孙福给除掉。结婚那天热闹不已，拜堂的时候，老杨有些心不在焉，他精心准备了一份毒酒，而后又将菜刀磨得锃亮。一切就绪后，老杨找到孙福，说要请他喝喜酒。孙福刚开始不想去，老杨只好骗他说翠花回来了。孙福信以为真，跟着老杨回到了家里。两人在酒桌上推杯换盏，可真当孙福要喝下毒酒的时候，老杨却后悔了，一把打翻了酒杯，怒骂自己：哎，我真是窝囊，真是我要害死你！我下不了手啊！我真是个窝囊废。孙福这才知道老杨要害死自己，
他狠狠地踢打着老杨。就在老杨快不行的时候，刚子冲了进来，一板砖撂倒了孙福。看到倒在地上的孙福，老杨明白儿子犯了大错。他本计划让孙福把自己打死，这样孙福就会顺利被警察拘留，一了百了。可突如其来的刚子却打断他的计划。现在刚子刚成家，还年轻，老杨不想让儿子的下半辈子就这么毁了，他决定替儿子顶罪。老杨最终被警察带走，送进了监狱。万幸的是，孙福没有死，只是变成了一个痴呆。刚子觉得他可怜，索性留他在身边照顾着他。时间一晃而过，刚子千方百计地找到了翠花打工的地址，将他带回了家。家里的景象让他倍感欣慰。在看守所里，翠花见到了老杨，见面的两人内心感慨万千。老杨不想耽误翠花，劝翠花重新找个好人家嫁了。可翠花心里还有老杨，她哭着告诉老杨，自己一定会等他回来。刚子看到父母如此痛苦，也泣不成声，心里暗暗下了决定。等到刚子的孩子出生后，刚子向翠花坦白了一切，还拿出一张 DNA 检测报告。之所以照顾孙福，是因为孙福是他的亲爹，可牢里的老杨也是养育自己的父亲。如今翠花回来，儿子出生了，他心里也没有牵挂。没过多久，刚子就选择跟警察自首，翠花哭成了泪人。他好不容易拥有的家又碎了。影片原获于2016年上映。电影抓住一个典型案例，试图对农村的某些现象进行一次人格批判。到底是谁之祸？不是社会的，也不是女人的，而是农村愚昧落后的世俗造成的。随着新农村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，这种现象也将会越来越少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